各位乐活岁月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婉宁。眼看2026年就要来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，这几年物价涨得特别快，便当一个比一个贵，就连买菜都比以前多花好多钱。这时候啊，我们放在银行的每一分钱就更显得重要了。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银行行员通常不会主动跟你说的秘密。这个秘密能让你在2026年之后，同样一笔钱放在银行里，利息可能比现在多出好几倍。这可不是什么高风险的投资，而是你只需要去银行办一个简单的手续，就能把原本被银行默默赚走的利差拿回来，变成自己的加菜金。今天婉宁就要把这个藏在银行柜台后面，很多行员因为业绩压力不想让你知道的省钱绝招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摊开来讲给大家听，手把手教你启动那个隐藏的生钱开关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婉宁要拜托大家动动手指，点击订阅我们乐活岁月的频道，并且在影片下面的留言区打上我要领利息这5个字。你的订阅和留言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也能让我们一起把更多省钱、安心理财的知识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。首先，我们来聊聊大家手边都有的那本存折。我相信很多哥哥姊姊、叔叔阿姨家里都有好几本不同银行的存折。有的是年轻时公司发薪水用的薪转户，有的是退休后每个月领劳保年金、退休金的户头，还有的是儿女孝顺、定期转生活费进来的账户。我们通常怎么管理这些钱呢？钱进来了就让它安静地躺在存折里，要买菜、要缴费的时候就去提款机领个几千块、1万块出来用，剩下的钱继续放着。我们心里可能会想，反正钱放在银行最安全，虽然利息不多，但总是有点利息，没关系啦。但是婉宁必须要用最认真的态度告诉大家一个残酷的现实，在2026年这个高通膨、利率可能随时变动的时代，你这种放着不动的习惯，其实正在让你的存款慢慢缩水，无声无息的亏钱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来算一笔最简单的账。我们大部分人手上的存折，如果没有特别去设定或申请，它预设的状态就叫做活期储蓄存款。大家知道现在一般银行的活期储蓄存款利率大概是多少吗？在台湾，多数银行给的利率大概只在 0.6% 到 0.7% 上下浮动。有些规模大的银行利率甚至更低，可能只有 0.5% 多一点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代表如果你放了100万在这样的户头里，整整1年下来，银行只会给你大约6000到7000块钱的利息，平均1个月就是500块左右。500块在现在可能去一趟菜市场买点鱼肉水果就没了，连缴个手机月租费都可能不太够。可是大家再感觉一下，现在外面的物价涨得多厉害，官方公布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，如果保守一点用 2% 来估算，这就意味着你放在银行的100万，虽然数字没变，但它的购买力每年都在被通货膨胀悄悄吃掉 2%。你的钱就像一块冰，虽然还在你碗里，但放在室温下，它正在慢慢的融化，变少。而银行又是怎么运用你这笔钱的呢？这才是让婉宁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关键。银行用几乎零成本 0.6% 的利息拿到你的存款之后，转手就用 2%、3%甚至更高的利率贷款给要买房子的人、要扩厂的企业。这一进一出，银行几乎不用承担什么风险，就稳稳地赚走了中间巨大的利差。这笔钱说穿了就是我们这些因为不懂、因为怕麻烦、因为没有主动去争取的存款户，默默地补贴给了银行，变成他们的利润。这就像一种无形的懒人税，我们因为懒得动账户、懒得了解新资讯，就白白损失了原本可以属于我们的收益。那么，难道我们就只能这样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钱变薄，看着银行用我们的钱赚钱吗？
当然不是，而且改变的方法远比你想象的简单。它不需要你去研究复杂难懂的股票 K 线图，不需要你去买可能有涨有跌的基金，更不需要你把钱绑死6年、8年去买那些提前解约会亏本的储蓄险。这个方法超级简单，简单到你只要去银行柜台签个名，设定一下就能完成，而且它是受到存款保险保障，本金绝对安全，零风险的。这个核心的绝招就是把你那个普通的活期账户升级成综合存款账户，并且开启一个神奇的功能，叫做自动转存定存。听到综合存款4个字，可能有些家人会觉得有点陌生，有点复杂。别担心，婉宁用最白话的方式解释给你听。以前我们的银行账户功能分得很开，活期存折就是活期，定期存单就是定期，两者是分开的。你要存定期的话，得特地跑一趟银行，填写定存申请书，银行会给你一张定期存单，手续比较麻烦。但是综合存款账户就像一个多功能智慧钱包，它把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功能合二为一，统整在同一本存折里管理。而那个最关键的自动转存功能，就是我说的隐藏提款机开关。只要你去银行成功开启这个功能，你就可以自己设定一个活存保留金额的门槛，比如说1万块或5万块。之后，银行的电脑系统每天半夜进行结算时，只要一检查，发现你综合存款账户里活期部分的钱超过了你设定的那个门槛，它就会自动把多出来的钱帮你转存成1年期的定期存款。请注意哦，是自动转存，你完全不用再跑银行，也不用在手机 APP 上操作。系统每天自动帮你检查，自动帮你处理，就像请了一个24小时不休息的理财小帮手。这样做的好处有多大呢？我们刚刚算过了，活期利息只有 0.6% 左右，可是根据目前的趋势来看，到2026年1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，在许多公股银行甚至部分民营银行很有机会维持在 1.6% 到 1.8% 之间。这中间的利差足足有 1% 以上，利息收入直接翻了1倍还多，接近3倍。我们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，让大家更有感觉。假设一位刚退休的陈大哥，他领了一笔200万的退休金，加上自己过去的积蓄，总共有300万的存款。他觉得钱放在银行活期最安稳、最方便，随时想用就能领，于是就把这300万全部放在旧的活期储蓄户头里。那么1年下来，他能拿到的利息大约是300万乘 0.65%， 等于19500元。但是如果陈大哥听了婉宁的建议，去银行把账户升级为综合存款，并开启自动转存，他设定活期部分只保留5万元作为日常买菜缴费的周转金，剩下的295万元，系统就会自动帮他转成1年期定存。我们用 1.65% 的利率来计算，这295万定存1年的利息是295万乘 1.65%， 等于48675元。大家来听听这两个数字的差别，19500元 vs 48675元，中间差了足足29175元，这将近3万块的差额是从哪里来的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也不是你去外面兼差打工赚来的辛苦钱，它就只是因为你多做了一个动作，把原本被银行低利运用的钱转换成银行必须用较高利率计息的状态，就这样简单的把一部分利差抢回来了而已。这多出来的近3万块可以做多少事？它足够你和老伴规划一趟国内的小旅行，好好放松几天。它足够支付你家1整年的水费、电费、瓦斯费，可能还有剩。换算下来，每个月等于多了将近2500元的加菜金，天天去菜市场买新鲜的鱼、好吃的肉，让餐桌更丰盛，生活品质直接提升。讲到这里，一定会有心思细腻、做事谨慎的哥哥姊姊提出疑问：婉宁啊，你说的定存利息比较高是没错，但定存不是一存进去就被锁住了吗？
万一家里突然有急事，比如说孩子临时需要一笔钱周转，或者自己身体不舒服要住院需要押金，钱都在定存里拿不出来，那该怎么办？是不是要全部解约？解约的话，利息是不是会被扣光光，只能算活期利息，那不就白忙一场了吗？问得非常好，这也正是综合存款账户设计最聪明、最贴心，也最适合我们这些需要兼顾高利息和灵活性的族群的地方。它搭配了一个叫做自动直借或自动部分解约的机制。当你拿着这个账户的提款卡去 ATM 领钱，或者在商店刷卡消费，甚至是在网络银行转账的时候，如果系统发现你活期部分的金额不够支付，它会立刻启动这个机制。它不会笨到把你所有的定存一次全部解约，而是会采用后进先出，或者对你最有利的方式，只部分解约刚刚好够支付的那笔金额。举例来说，你今天要去医院，需要领10万元，但你的活期账户里只有3万元。这时，系统就会自动从你最近一笔定存里解约出7万元，补足10万的差额，连同活期的3万元一起让你领出来。而你其他已经存好的定存，比如说还有200万，它们完全不受影响，继续安安稳稳地躺在定存里，享受着 1.65% 的高利率。至于那被部分解约的7万元，损失的只是这7万元从存入日到解约日之间的利息，可能会被打个8折计算，你的本金是绝对1毛都不会少的。所以你看，这种账户简直是完美结合了活期存款随存随取的便利性，以及定期存款利率较高的收益性。这正是为什么婉宁要说它是2026年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检查、去升级的自动生钱系统。但是既然这么好的东西，为什么我们平常去银行存钱、办事的时候，行员几乎不会主动推荐，反而常常热情地推销保险基金呢？道理其实很现实，帮你办理综合存款加自动转存，对银行来说，等于是要付出更高的利息成本给你，这会减少他们的利润。而推荐你买保险、基金，行员和银行通常可以拿到佣金或奖金，这是商业上很自然的选择。所以我们不能呆呆地坐在家里，等着银行主动打电话来告诉你这个好康。我们必须自己先具备这个知识，主动走进银行，明确地说出我们的需求。那么具体到底该怎么做呢？婉宁给你一个清清楚楚的步骤指南。明天早上，或者找一个你精神不错的日子，带齐你的3宝：第一，身份证正本；第二证件像是健保卡或驾照；第三，当初开户留印的那个印章，亲自到你存款账户的银行分行，走到柜台，你可以直接明确地对行员说出这句通关密语：你好，我要把我这个账户升级成综合存款账户，并且我要申请开启自动转存定存的功能。我设定活期部分保留，例如1万元或5万元，超过的金额全部帮我自动转存1年期定期存款。这个时候，行员可能会稍微愣一下，因为比较少客户这么清楚自己的需求。他也可能会试图引导你，大哥大姊，我们现在有推出一档很棒的储蓄险，利率也不错，你要不要参考看看？或者有新的基金，获利很稳定哦。请你一定要温和而坚定的微笑回答，不用了，谢谢，我今天就是专门来办综合存款和自动转存的，麻烦你帮我处理这个就好。请坚持你的决定，因为这是你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的正确选择。办妥之后，记得请行员在你存折上刷一下更新资料，你会看到存折内页可能出现一些像重存约定之类的注记，这就代表大功告成了。从今以后，只要每个月的劳保年金、退休金或子女的孝亲费会进来，只要总额超过你设定的活存保留额，夜里系统就会自动帮你把钱搬到高利率的房间去生利息，完全不用你再操心。除了这个线下必办的绝招，婉宁还要给那些愿意尝试新事物、会使用智慧型手机的哥哥姊姊们再加码一个2026年的数位进阶福利。为了推动金融数位化，很多公股银行像是台湾银行、土地银行、合作金库等等，
以及部分民营银行都有针对乐龄族，特别是65岁以上的长辈推出特别的友善金融服务，或者是数位账户的专属优惠。如果你不排斥使用手机 APP 来查看余额管理账户，你可以在办理综合存款的时候，顺便在柜台申请开通网络银行功能，或者询问是否有专属的乐龄数位子账户可以申办。为什么要多做这一步呢？因为在2026年的金融环境下，银行为了鼓励大家使用数位通路，常常会给数位账户或数位服务更高的活存优惠利率，有些专案甚至能给到 1.8% 或 2% 以上。而且只要你绑定了这些数位服务，银行通常会每月赠送10次、20次不等的跨行提款免手续费和跨行转账免手续费。我们长辈有时候去超商 ATM 领钱，那不是自己银行的机器，或者要转账给在外地的孙子学费。一次手续费5元、15元，看起来不多，但累积一整年下来也是好几百块钱。这几百块我们拿来买鸡蛋、买水果，吃得新鲜又健康，不是更好吗？为什么要白白送给银行当手续费？只要你当时在柜台多签一份申请书，开通这个数位服务，这一年几百元的冤枉钱就省下来了。而且现在银行的 APP 都设计得很人性化，字体可以放到很大，还有专门的长辈版或简易模式，操作起来比想象中简单很多。婉宁真心鼓励大家不要害怕接触新科技，这个科技能帮我们省钱和赚钱，那就是我们的好朋友、好工具。最后，让婉宁为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2026旧账户活化术。核心思想只有一个，而且非常明确，不要再让你辛苦存下的钱在低利率的活期账户里沉睡或慢慢融化了。你的钱就像你一手带大的兵，你要指挥他们，让他们动起来，为你的晚年生活去打仗，去争取更多的粮草，也就是利息。具体行动3步骤的一步，今天回家后就把你所有的银行存折、邮局存折都找出来，仔细看看存折封面或内页有没有综合存款这4个字。如果没有，或者不确定有没有开启自动转存，就把它们记在清单上。第2步，安排一个时间，带着你的身份证、第2证件和原留印章，亲自去银行柜台，坚定地要求办理综合存款账户升级和开启自动转存功能。记住，不管行员推荐什么其他产品，都礼貌地婉拒，专心把你这件最重要的事办好。第3步，如果你觉得可以，顺便开通网络银行或询问乐龄数位账户优惠，把那些跨行免手续费的福利也一并拿到手，让省钱和赚利息的效果加倍。乐活岁月的家人们，我们这一代人赚钱真的很不容易，每一分积蓄都是点点滴滴省下来、存下来的。我们不仅要防范各种诈骗，牢牢守住我们的本金，更要学会用智慧让银行的规则为我们服务。在这个利率可能波动、物价持续上涨的时代，为自己争取到最安稳、最实在的收益。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个方法，那是因为资讯不对称，银行没有主动告知的义务。但现在婉宁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了，如果你知道了还不去行动，那就真的有点对不起自己辛苦存下的老本了。你想象一下，等到明年这个时候，你拿着存折去补登，看到利息栏位跳出来的数字比往年多了好几万，那种心情会有多踏实、多开心。你可以用这笔多出来的钱去换一副更清晰的老花眼镜，去买一双真正合脚好走的健走鞋，或者是在过年时给孙子孙女包一个更大的红包，并且骄傲地告诉他们，这是阿公阿嬷用头脑、用知识帮自己赚来的奖金哦。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，这更代表着我们对自己财务的掌控力，证明我们即使年纪增长，但学习的脚步从未停止，我们依然能精明地打理生活，让自己的晚年过得更有尊严、更舒适、更滋润。婉宁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大家在生活、健康和理财路上的可靠伙伴。
我不讲空泛理论，只分享最实在、好操作、能马上看到效果的资讯，因为我深深明白，大家的每一分钱都连接着晚年的安心与幸福，值得被好好珍惜、聪明运用。如果你觉得今天内容对你有一点点帮助，哪怕只是多赚了1块钱利息，也请给我一点鼓励。请订阅乐活岁月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未来只要有最新的银行政策、政府福利或省钱妙招，你都能第一时间收到，不会错过。同时也诚恳请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老伴、家族群组、好友聊天室或社区退休社团。你身边一定还有许多老朋友，习惯把所有钱放在活期里，默默承受通膨和低利的损失。你的一个简单分享，很可能帮他们一年多赚好几万元，拿回被银行赚走的利差，这真的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。最后还是要强调，银行不会主动把利润送给你，更好的利息条件要靠我们自己去了解、去争取。别再让你的宝贵存款继续沉睡，从明天开始就为它按下自动生钱的开关吧。我是婉宁，陪你一起把每一分钱都发挥最大价值，让我们的生活真正乐活自在，岁月静好。下期再见。